2岁的我被舅舅从高楼扔下，刚好塞在路过的豪车前。司机看着一动不动的我，语气里都带了一丝惊慌。先生，前面有个小孩，他好像有点死了。被他叫先生的顾家老爷子顾怀安，听见这个死字，脸色当即黑了下来。他的大儿子顾逸晨现在也躺在私人医院里，快要死了。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只有一个跟顾家有过来往的神棍。顾逸晨命格中有一儿子，这儿子福运加身，有他陪着顾逸晨，顾逸晨就能得到一线生机。可这神棍的话让顾老爷子听得更暴躁，他儿子一天天活得跟无性恋似的，男女都不近身，这怎么可能会有孩子？想到这，顾老爷子黑着脸吩咐：把那小孩送去医院，别让他死。顾老爷子现在特别忌讳这个死字，司机急忙下车，小心翼翼地把浑身是血的我抱了上来。司机是退伍兵出身，对医疗知识也懂，他抱我的时候很注意没对我造成2次伤害。先生，我把孩子先放在您身边，您看可以吗？顾老爷子随口应下，接着这字光便移到了我身上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像小时候的逸晨？我脖子上挂着的玉也映入了他的眼帘，他颤巍巍地伸手摸了一下，没错，这就是逸晨从小带到大的护身玉。顾老爷子看看玉，再看看小脸发白，好像快死了一样的我，他的脑袋就像是炸开似的。老马，开快点，快去医院！在顾老爷子的急声催促下，老马一脚油门给车子提了速。路上，顾老爷子的大手颤巍巍地握着我的小胖手，他那张总是冷硬的脸上难得出现这么慌张的神色。孩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你一定不能有事啊！很快，车子抵达顾家投资建造的私人医院，院长亲自带人在门口迎接。顾老爷子抱起浑身是番茄汁的我，颤抖着交给院长。在交接的瞬间，我的小胖手突然抓住了顾老爷子。只见我闭着眼睛，虚弱地张开嘴，妈妈。然而我只喊了2声，嘴巴里就噗噗吐出了番茄汁。快救他！我要你们不计任何代价救活他！先生，我们会努力救他的。院长急匆匆把我接走。顾老爷子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，低头看向自己沾了番茄汁的手，在他手上还沾了几根我的碎发。顾老爷子盯着碎发，几秒钟后，去演一下这孩子跟逸晨的亲子关系。顾逸晨也在这家医院躺着的，想提取他的 DNA 还是很容易的。顾老爷子一边让人验 DNA， 一边给帽子叔叔打了电话，他想要了解一下我的身份。顾家是顶级豪门，顾老爷子顾怀安的名字在全球富豪榜上就没掉下过前3。顾家每年交的税在港城一直排第1。他的电话港城帽子叔叔非常重视，所以等帽子叔叔赶到后，不仅排查到了我的信息，也排查到了我妈妈方雨贤的住址。可他们进到家里，并没看见方雨贤的身影。生病昏迷的方雨贤已经被我的赌鬼舅舅方进也给带走了。顾老爷子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亲子鉴定先拿了过来。先生，根据鉴定，这个孩子的确是2少爷的亲生儿子。听到这个结果，顾老爷子尽管心里已经有所猜测，他果然是逸晨的孩子。我就说，我越看他越觉着亲切。顾老爷子强压下情绪，他贴着手术室的门，一边等着我出来，一边给小儿子顾清河打了电话。顾老爷子一共4个孩子，大儿子多年前坠海失踪，二儿子就是顾逸晨，3女儿顾星棉喜欢动物，这会儿还在热带雨林追踪森然，拍摄森然的纪录片。他最小的儿子顾清河打小叛逆，跟二哥顾逸晨不太对付，现在更是一天天的正事不做，就知道跟娱乐圈里的某个小女星传绯闻。爸，你这撒谎的水平也太低了吧！我二哥他个无性恋，他哪来的孩子？行了，你别糊弄我了，我看你就是想骗我回去。你不是要给我安排相亲，就是给我安排别的活。我告诉你，我死也不可能回去的。我不跟你聊了啊，如烟这场戏拍完了，我要去给她送花。柳如烟是顾清河最近在追的小明星，有顾清河捧着，她也不算是小明星了。她这阵子飞升得很快，顾清河单方面撂完电话，就朝着柳如烟的方向走去。然而他走了没2步，手机又响。这次顾老爷子没给他打电话，只给他发了几图片。顾老爷子发的照片是在车上拍的，小小的我浑身是番茄汁，那张沾了番茄汁的小胖脸上，眼睛闭得紧紧，看上去就像是死了。顾清河看看照片，再看看亲子鉴定，最后看看这个医院的地址，他脸上的笑彻底僵住了。于是他把手上那束娇嫩的刚从国外空运回来的花随手丢掉，然后转身大步离开了剧组。如烟，顾少这是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生气了？他生不生气关我什么事？我们不用搭理他。闻言助理一时间说不出话，他有时候也不太明白，顾清河有钱又有颜，
为什么柳如烟就是看不上呢？关键是柳如烟看不上顾清河的人，可顾清河对他在事业上的帮助，他一边嘴上拒绝，一边行动上又全盘接收，这样真的很难评。等哪天顾清河收了心思，放弃柳如烟，助理感觉柳如烟说不定会后悔。助理的心里话没敢直自的说出来，他只顺着柳如烟不再提顾清河了。而刚才跟亲爸打电话，说着死都不会回去的顾清河，此刻正马不停蹄的赶去医院。他抵达医院时，我刚被推出手术室。对不起，都怪爷爷。爷爷要是早点找到你就好了。顾先生，他还没有挺过危险期，需要进重症监护室里再观察2天。医生把我从手术室又推去重症监护室，顾清河跑过来，只来得及看见我被推进去的画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不是说死都不会回来吗？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？你给我滚！他扒拉着重症监护室的窗户，透过窗看着里头小小的我，再看清我身上的各种仪器局，他的心都狠狠地揪了起来。别打了，小少爷还在里面，我们不要吵到他。顾老爷子的助理竭力安抚着他的情绪，顺便把发现我的事情也讲给了顾清河听。大人们在外面说话，里头的我虽然闭着眼睛，可我的小脑袋瓜里也有人说话，是一枚玉佩。这玉佩是顾家的传家玉，在玉佩里有一抹神术的精髓。方圆，能听见吗？快醒醒，听我说话。谁啊？谁在说话？我是龙，我跟顾家有过约定，会保佑顾家子孙不要死绝，可顾家这一代马上就要死绝了。你的爸爸、叔叔、爷爷他们都有死劫，你这次摔下来本也是该死，但我感应到你深藏福泽，所以护住了你。你现在就是顾家的最后生机，我赐你能够预知他人未来的能力，希望你能给你的家人改变命运。对了，先改你小叔叔顾清河的命吧，他的死劫就在最近。那条龙一口气说完话后，将自己身上的龙气全渡到了我的体内。原本还在危险期的我，被龙气修复着小小的身体，没多久，我的身体就奇迹般的转好了一大半，身体好点了。我睁开眼睛，先是懵了一会儿，消化了刚才那条龙说的话。片刻后，我张张嘴，开始哇哇大哭。守在窗户旁边的顾清河听完老爷子的助理李叔的话后，本来是打算去找被方进野带走的方雨贤，可他还没走，就眼尖的先看见了醒来的我。医生，我家孩子在哭。医生匆匆进去，对着我进行一系列的检查。顾清河便站在外头干等着。他跟他二哥顾逸晨的关系其实不太友好，他打小就混。顾老爷子管不住他，就让顾逸晨收拾。顾清河感觉自己能从顾逸晨的手上活到现在，还挺牛。他对顾逸晨这个又冷又凶的二哥没有爱意，但对顾逸晨的这个孩子，他一眼就喜欢上了。顾先生，孩子的状况突然转好了，孩子现在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，或者您带回去精心照顾，让他好好休养着就行。医生知道顾家的条件，我现在就算原地出院，回到顾家也能得到不输给医院的精心护理。医生刚把话说完，顾清河顾不上回应他，就先迈着大长腿跑去了我的身边。我从醒来到做检查，一直都在哭。宝宝乖，宝宝不哭啊。我是你小叔叔，我叫顾清河，小叔叔在这里陪着你。顾清河一边嘴上哄着我，一边伸出手安抚，一下子就想起了刚才脑袋瓜里的话。是我的小叔叔。我最爱坐小区门口便利店里的摇摇车了，摇摇车上每次都会唱。面前的小叔叔就是爸爸的弟弟呀。我一直都很想要爸爸，所以对于爸爸的弟弟这个小叔叔，我也哭着张开了小胖手。我害怕医院，害怕医生，我还害怕看不见妈妈。好，叔叔这就抱你起来。刚见面就这么信任亲近，顾清河只觉得受宠若惊。他没抱过小孩，眼下抱着我的动作又僵硬又生疏，我被他抱得有点不舒服，可我还是搂着他不撒手。走呀！我的两只小胖手紧紧搂着顾清河的脖子，湿度的小脸蛋都贴在了顾清河的脸上。宝宝，我们走哪儿去啊？顾清河这回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他听着我一直说着走，没反应过来。找妈妈。由于我闹得太厉害，不愿意待在医院，非要去找妈妈。顾清河被我哭得没办法，只好抬头看向了自家老爷子。老爷子先是跟医生谈完，随后又接了电话。他接完电话，这才径直走过来。找到孩子舅舅的地址了，他妈妈就在那儿。你去把孩子妈妈接回顾家，我带他也回家。方圆，我是爷爷，爷爷带你回家，我们在家里等妈妈，好不好？可我的脑袋没有完全好，
所以我摇起小脑袋，脑袋发出剧痛，小脸也发白。爷爷不抱你走，那爷爷回家给你提前准备一下。现在让叔叔带你去接妈妈，咱们再回家好不好？我只听到了接妈妈，于是我点点小脑袋。好呀，为了能哄好我，顾老爷子跟顾清河兵分两路，爷俩都要忙活。顾清河拿到地址，他抱着我，带了几个人，快速的赶去方家。而此刻，方母正一巴掌扇到刚醒来的方雨贤脸上。你哥都说了，你的那个种是借自己掉下去的，你是不是想害你哥？他就是个拖油瓶，他摔没了对你只有好处。告诉你，再敢这么闹下去，这屋子你就别想出去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跟我耗多久。方母扇过来的巴掌让本就在发烧的方雨贤的脑袋都嗡的一声，短暂失聪了一瞬，但很快他清醒过来，直接回手甩了一巴掌。我儿子要是死了，我一定要你们陪葬。就你，方雨贤，你个白眼狼，是不是忘了，当初要是没有我妈养你，你根本活不到现在。你欠我妈一条命，现在拿你儿子的命更好。还有，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那你生一个不就好了？可对儿子的行为，方母一点阻拦的意思都没有，反而顶着被方雨贤扇红的脸，在旁边劝了起来。雨贤啊，你哥现在都还没孩子呢，你生一个也好，这孩子到时候肯定比方圆好。他目光搜寻着防身的武器，可方进也提前防着他，在他身旁没放任何力气。好在这时端门声突然传来，方进也原本不想管，可端门声一声比一声大，被打扰了兴致的方进也拽着裤腰，骂骂咧咧地往大门走。谁这么扫我的兴？他刚把门打开，可下一秒他就看见了门口的我，在看清方进也的脸后呆了几秒，随后嗖的一下把小胖脸埋到了顾清河的颈窝里。就是这个坏蛋，坏蛋！丢宝宝怕鸡摔死了。我从8楼摔下去的事情，顾清河知道，可顾清河不知道我是被面前这人给扔下去的。但现在他知道了。顾清河一只手托着我的小屁股，一只手托着我的后背，他现在已经学会抱我了。虽然他腾不出来手对方进野做什么，可跟着他的顾老爷子安排的人，在听完我的告状后，就面色一冷，抬脚就端了上去。下一秒，方进野直接被端飞了。看着倒在地上痛苦哀嚎的方进野，顾清河抱着我踏进门槛。方雨璇呢？顾清河虽然很想继续收拾方进野，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方雨贤。方进野一听是来找方雨贤的，他立马把顾清河当成了方雨贤在娱乐圈里傍的金主。为了不让这个金主多管闲事，方进野当场造起了方雨贤的谣。方雨舒那个女人从小就在家里勾我，你确定这种人你还……顾清河的黑色皮鞋就重重地碾到了他脸上。方宇文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还用不着你来告诉我。顾清河的这一脚踩得十分的用力，方进野的嘴里都流出了血。他在客厅被端被踩，方母听到动静，顾不上再看着方雨贤，他把门一锁，就冲过来护儿子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我儿子！我要报警了！报警这种事用不着你，他们马上就该到了。方母的脸色一白，他这话顶多吓唬吓唬对方，可对方却是来真的。不过他很快发现了顾清河怀里趴着的我，看见我没死，还好，这娃没死，他儿子不会做铁窗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怀里抱的是我们家孩子，你抢我们家孩子，还来我们家里打人。等帽子叔叔来了，你就完了。他想过来把顾清河推开，但有2个人拦住了他，还有2个人已经去搜寻方雨贤了。很快，方雨贤被救出来，他在被扶着出来时，看见了被顾清河抱着的我。方雨贤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，他想抱我，可他虚弱的身子彻底撑不住了。等我抬起小脑袋回头看时，方雨贤刚好晕倒。少爷，方小姐生病了，她在发烧，带她回去。妈妈！等等，你妈妈生病了，没有办法抱你。我们这就带妈妈去看病好不好？他在哄我的时候，帽子叔叔刚好上门，上门的领头还是顾清河的发小。顾清河抱着我把情况说了一遍，他们当即把母子2人带走。顾家的法务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在这之后，顾清河带着我跟方雨贤赶回顾家别墅，别墅里准备好了医生跟护理团队，这些本来是给我用的，现在刚好能给我妈妈用。路上，我抱着妈妈的胳膊，小脸蛋紧贴着妈妈。顾清河看着这一大一小，实在不理解自家亲哥是怎么狠下心把我们给丢在外面的。顾清河正在心里骂着亲哥，而他还不知道，他的亲哥从今天开始也不住院了。为了能让我跟爸爸待在一块儿，顾老爷子把顾逸晨也接了回来。乖宝，咱们到家了，以后这里就是跟妈妈的家了，叔叔以后会照顾好你们的。
你把小叔当爸爸。顾清河语气激昂地说完这话，扭头，他哥刚好从医院里被接回来。宝贝，好巧，你还没死的亲爹也回来了。我听见亲爸来了，也没扭头去看。我现在只想看妈妈，而顾清河双手抱着我，还在看着不远处的顾逸晨。顾清河在外面是谁都不敢惹的顾家小少爷，可在顾逸晨面前，他就是个被顾逸晨从小端到大的倒霉弟弟。顾清河还在犯怂着，而眼里只有妈妈的我，已经对着保镖叔叔们开了口：“叔叔，轻轻的呀，我害怕妈妈下车的时候被碰到。”在我的目光一路追随下，方宇贤被送进房间里接受私人医生的治疗。我也又看见了爷爷。顾老爷子一过来就把我从顾清河手里接走了。乖宝，妈妈在输液，等她输完液休息休息就好了，你不用担心妈妈了。方宇贤被检查完了，助理出来报告，方小姐是长期劳累导致体弱气虚，再加上又突然起了烧，没有及时治疗，所以才拖到现在这样。等她退了烧，再好好的调养调养身体就好了。我被爷爷抱着，我知道是爷爷和小叔叔救了我和妈妈，所以我跟爷爷和小叔叔都很亲近。我不仅乖乖让爷爷抱着，小手还好奇的去摸爷爷的脸。带宝宝玩吗？我跟妈妈出门的时候，看见小区广场里有不少爷爷奶奶在带着跟我一样大的小朋友，所以我想知道爷爷以后会不会也带我玩。顾老爷子感受着我这软乎乎的小手，他脸上哪还有什么严肃的表情，他当即笑着点点头。爷爷当然会带你玩了，以后爷爷会好好带你。然而我这一口亲完，顾老爷子都想把自己的整个小金库都给我，可怜见的不。顾老爷子一共有过4个孩子，可这4个孩子没一个肯让他亲近的。老二顾逸晨是洁癖太严重，老四顾清河是个学人精，他看二哥不让人亲，他也不许爸爸亲。老大跟老三也各有各的怪癖。顾老爷子养了这么多孩子，还是我来了，才让他体验到了孩子带来的温暖。爷爷要喝奶，肚里没有饭饭了。我现在还小，每天吃的是妈妈做的饭，但我的奶粉也没断。比起妈妈做的饭，我更爱喝奶粉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吃饭，厨房里准备的有饭，如果宝宝不爱吃饭，那爷爷再给你冲奶粉喝好不好？我的小胖脸犹豫了下，因为我不是很想吃饭，可爷爷这么哄着我，我还是给爷爷一个面子好了。很快我俩去了餐厅，顾老爷子给我洗过小手，来，乖宝，尝尝这个肉包子。然把一整个肉包塞到了我手里。除了肉包子，我面前还有一堆好吃的。我看看大肉包，这个肉包比妈妈做的好看，闻着也很香。我张大嘴巴，啊呜一口咬了上去。肉包子皮薄馅浓，我一口就咬到肉了。在吃到馅后，顾老爷子看见我的眼睛都骤然亮了。好吃啊，我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肉包子。顾老爷子见我爱吃，笑着喂给我一只甜虾，这个也好吃。我一口肉包子，一口爷爷喂的菜，美滋滋的晃着小脑袋。而顾老爷子见我高兴，自己也跟着高兴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顾老爷子感觉自己终于能养个正常孩子了。一老一少在餐厅里待了许久，我吃掉了2个肉包子，2个鸡腿，3块小排，1块小糯米饼，还有1碗瘦肉粥。我一直吃一直吃。顾老爷子摸不清我的饭量，所以一开始也纵着我，直到顾老爷子看见我肚子鼓囊囊的，这才觉着好像不能再吃了。乖宝，咱们先不吃了，等晚点咱们再吃吧。顾老爷子把我抱走，洗洗小手，洗洗小脸，然后把我放到了妈妈的房间里。方宇贤住的房间就在顾逸晨隔壁。这房间大，地板上都铺了爬爬垫，爬爬垫上还放了一堆玩具。爸，孩子妈的处境不太好，她现在正被黑料缠身。白家跑去娱乐圈里当明星的3小姐，说孩子妈妈抢了她男朋友，现在舆论闹得很大。对了，她今天跟明天都是有工作行程的。顾清和低低地汇报着方宇贤的情况。顾老爷子听完没有相信方宇贤的黑料，他只摇了摇头。什么工作不工作的，都没有身体重要，等雨师身体好了再说工作上的事。顾清和这边应完，顾老爷子也起了身，他看我在家里的状态彻底放轻松了，这才去抱着我，哄我去看隔壁的顾逸晨。乖宝，看，这是你爸爸，你爸爸生病了还没有醒，我们宝宝多去陪陪爸爸，爸爸也许就能醒过来了。顾老爷子说着，把我放到了顾逸晨的床上。顾逸晨这会儿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他那张俊美到无可挑剔的面容，连闭着眼睛时都透着生人勿近的冷意。我的小胖身子挨着爸爸，眨巴着圆圆的眼睛，认真看着爸爸的俊脸。顾老爷子在旁边看我们父子相聚，只觉得心都软了。就在顾老爷子正觉得这一幕无比美好时，下一秒，我的小胖手啪叽打了爸爸一巴掌。坏爸爸，不要抱抱！我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，把顾老爷子都惊呆了。乖宝，你怎么打爸爸了？爸爸不要宝宝，我是小不是傻。出去玩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只有我没有，我是没有爸爸要的小可怜。
顾老爷子听他颠三倒四的表达完意思后，心疼坏了。我们元宝才不是没爸爸要的宝宝呢。乖宝，等爸爸醒了，爷爷问问他怎么回事。爸爸不会不要元宝的。顾老爷子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有了解的。顾逸晨虽然面冷心冷，但他该有的责任心也有。我是他的亲儿子，他绝不会不管。在爷爷的劝说下，我肉乎乎的小巴掌总算不往爸爸脸上拍了。该音频由 AI 生成。爷爷，抱。跟爸爸见完面，我想回去找妈妈睡觉了。老爷子想让我跟着顾逸晨睡，我不乐意，我只认妈妈。好，那我们去找妈妈。不过乖宝，你可不可以答应爷爷，以后多陪陪爸爸？好吧，那我就多陪陪爸爸吧。等爸爸醒了，我要再问一下爸爸为什么不要我。答应完爷爷，被爷爷送回到了妈妈的床上睡觉。我今天的精力不太好，到这会儿也犯困了。顾老爷子跟顾清河还想哄我睡觉呢，可我自个儿趴到枕头上，撅着肥嘟嘟的屁股，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。这好玩的睡姿让顾清河当场拿出手机来了个6连拍。元宝这也太可爱了吧！爸，我哥小时候也这么可爱吗？那没有，顾逸晨打小就知道自我约束，他睡觉一直很板正。顾老爷子想想小时候的顾逸晨，再看看元宝，他感觉元宝的可爱估计是随了妈妈。这样一琢磨，顾老爷子对方雨贤愈发有好感了。元宝跟妈妈一起睡觉，顾老爷子跟顾清河没有多留，这房间还有护工在，他们两个不需要再多留了。顾老爷子最近的精神一直紧绷着，这会儿他也难得放松下来，有了倦意。顾清河，伤害元宝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沐风刚给我回的信，他那边已经查清楚了，方金也是个赌徒，输了钱就来找元宝妈妈要钱。元宝妈妈换了好几地址，还是被找到了。他今天找过来，想拿元宝来威胁元宝妈妈拿钱，结果他没抓住元宝，让元宝掉了下去。爸，这种人送进去坐牢太便宜他了，您不用再管了，这事就交给我吧。顾清河看着是个爱笑的公子哥，追起人来别提有多随和了。可他姓顾，他骨子里带着顾家的凶狠，谁要是真惹恼了他，下场绝对好不到哪儿去。顾老爷子听出了儿子话里的意思，他顿了顿，没说什么反对的话。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着，我本来睡得香香的，可睡着，突然做起了梦。在梦里，我看见小叔顾清河了。梦里的顾清河倒在血泊里，身上都是伤，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容貌漂亮的年轻女人。如烟，你有没有事？清河是为了救面前的柳如烟，才会被人暗算，身中多刀倒下来了。他伸出来的手沾着血，柳如烟嫌恶的躲开了。我当然没事了，现在有事的是你，你终于要死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，你打着爱我的名义做了很多我不喜欢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被你毁了的宋锦年，他才是我最爱的男人，我跟他原本可以好好的，都怪你，是你亲手毁了我的幸福。柳如烟的指控让濒死的顾清河充满了难以置信。宋今年他跟人串通，要把你卖去 Z 国给人当玩物，他连价格都跟人谈好了。柳如烟，你到底长没长脑子？我才不信你的话，你管我长不长脑子呢？反正你对着我长了一颗恋爱脑，那你就活该因为我去死。梦里的画面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元宝被血淋淋的小叔给吓醒了，小家伙被吓醒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嘴巴里就先发出了哭声。已经退烧的方雨贤还在睡觉，他的身体紧绷了太久，熬了太久，如今虽然烧退了，但身体还在通过沉沉的睡眠进行着自我修复。方雨贤没醒来哄元宝，房间里的护工第一时间抱起元宝进行安抚了，可元宝不要护工，他哇哇哭着，小胖脸都哭得通红。护工见安抚不住他，立马通知了顾清河。很快，顾清河赶过来，从护工手里接过了元宝。乖宝宝，不哭不哭，小叔在这里呢。我们元宝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？顾清河温声地哄着元宝，元宝看着活生生的小叔叔，好半晌才止住了眼泪。他伸出小胖手，摸了摸顾清河的胸口，顾清河的胸口上这会儿没有插着刀。叔叔不死。元宝眼泪汪汪地求着叔叔不要死。好，小叔叔不死，小叔叔会好好活着的。顾清河虽然保证了自己不死，可元宝还是很害怕。害怕的元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紧盯着顾清河。顾清河看小家伙情绪还没安定下来，也就这么一直抱着他。叔侄俩正抱着，顾清河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他看看来电，下一秒他一手抱着元宝，一手接起了电话。顾清河，跟 M 主编的见面是不是你帮我约的？你凭什么又帮我做决定？我说了，我不需要你。柳如烟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听出来他声音的我，小胖手嗖的一下抓过来手机，然后啪叽丢到了地上。表面上我小小的一只，可实际上力气大得很。这一摔直接把顾清河刚买没多久的手机摔得裂开。顾清河发懵的看了手机几秒，随后他更懵的看向我。乖宝，你怎么摔小叔叔的手机？小叔叔还在打电话呢。你要想摔的话，
要等小叔叔打完电话才可以。顾清河教育着摔手机的小胖宝宝，他还没教育完呢。坐在他怀里的我就瘪着嘴巴，眼里包了泪花。不哭不哭，小叔叔不说你了，我们宝宝不哭啊。顾清河看着脑门上还绑着纱布，眼里还含着泪花的胖宝宝，瞬间心疼了。小家伙今天白天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我这会儿却要计较一个手机，我这个小叔叔当的也太不合格了。头一次带孩子，没有什么经验的顾清河，只知道要宠着他家唯一的胖宝宝。坏姨，好坏好坏，欺负叔叔呀！顾清河听不懂这通告状的真正意思，但顾清河听懂了元宝是在关心他。乖宝，那个姨姨不坏，她只是性格有点别扭，她其实人挺好的。顾清河一边替柳如烟解释，一边在心里头感动着。原来乖宝摔叔叔的手机是觉得叔叔被欺负了，我们宝宝怎么这么好啊？顾清河越说越忍不住，他把脸凑过去，然后一口含住了我右边的小胖脸。我被含住了胖脸蛋，伸出小胖手去推叔叔，一大一小在沙发上闹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顾清河才想起来给柳如烟回电话，可有我盯着，他一个电话都别想打出去。顾清河也是没招了，抱着我去看了卡通图画书。顾老爷子买来的一堆东西里有小龄儿童图画书，叔侄俩待在一块玩，我想起来答应爷爷的事情，玩了一会儿就从地上爬起来，迈着小短腿去了顾逸晨的房间。爸爸醒！没有爷爷看着，我的小胖手又往爸爸脸上拍了。顾清河看我伸小手拍顾逸晨，宝宝，你怎么敢打他呀？顾清河记得自己小时候拿着仿真枪去顶顾逸晨的脑门，让顾逸晨给他喊哥。顾逸晨本来没搭理他，可他那会儿胆子肥，拿着手枪就对着顾逸晨的脑门重重的磕了下去。顾逸晨的脑门当场就红了，再然后顾清河的屁股也红了，想起小时候被顾逸晨制裁的种种了。顾清河很清楚自己这个哥哥根本没有心，他一点都不喜欢小孩，就算元宝很可爱，他这个铁石心肠的亲哥也不一定会待见的。所以为了元宝的安全，顾清河还是不敢让我太招惹他。宝宝，走，你看完他了，我们去一边玩。顾清河带着我一直带到天黑透了，顾老爷子才醒过来。我很喜欢爷爷，见爷爷醒了，立马张着小胖手让爷爷来抱我。顾老爷子笑得眼角的褶子都舒展开了。爷爷的小宝贝啊，因为方雨贤还在睡觉，所以晚饭还是顾家老爷子跟顾清河带着我一块吃的。爸，元宝的肚子鼓鼓的，他会不会不饿呀？顾老爷子还没回话，照顾元宝的护工就过来提醒了。顾先生，元宝上一顿吃的太多了，他还没有消化，这一顿最好不要吃了。护工给元宝揉过了小肚子，但元宝一次性吃太多，肚子里的食物需要时间消化。那行，这顿就不让他吃了。顾老爷子说着要把元宝从餐桌前抱走，可我不乐意，我眼泪汪汪的看着餐桌上的饭。要吃饭饭！小家终于吃到了好吃饭，我现在对最爱的奶粉都兴趣不大了。我想吃饭。乖，我们明天再吃。不过他给元宝喂了能助消化山楂片，山楂片酸酸甜甜的，元宝吃着山楂片勉为其难的不闹了。一连2天，元宝都在家里休养，方雨贤也在顾家睡了1天1夜后，元宝，元宝！我听见声音从房间门口噔噔噔的跑进来，2只小胖手还抓着玩具。妈妈呀！小家伙扑过来，被妈妈紧紧地搂在了怀里。妈妈呀！元宝，你有没有事？快让妈妈看看。元宝，对不起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保护好元宝。妈妈不哭，宝宝好呀。爷爷买好多玩具，叔叔陪我玩呀。他抱着元宝下了床，去见了顾老爷子。他去见顾老爷子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不安和惶恐。他怕顾老爷子会抢他的元宝，可顾老爷子看到他，就先安慰了他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让你跟元宝分开。你一个人带元宝不方便，以后你跟元宝就住在这里吧，这样我也能多带带元宝。你看怎么样？”顾老爷子都这么说了，已经很意外的方雨贤忙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会给您房租。方雨贤知道元宝是顾家的血脉，顾家人想要照顾元宝，他不该阻止。可他自己是跟顾家没关系的，他不能在这里白吃白住。你是元宝的妈妈，也是我们顾家的一份子，这种见外的话以后就不要说了。顾老爷子在外人面前不太好说话，但他对着方雨贤还挺伺候的。他跟方雨贤谈了顾逸晨的情况，2人谈到最后，方雨贤的心情终于没一开始那么紧绷了。方雨贤在顾家住下，元宝也有了人照顾。看着元宝有人带，方雨贤忙开始了工作。他联系了公司，毫不意外的，他被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。方雨贤，你这几天是死了吗？你都混成这样了，我能给你安排工作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可你倒好，你给我玩失踪。李哥，我生病了，这2天我都没醒过来。方雨贤压低了声音，替自己解释：“闭嘴，少给我扯这些。我给你安排了个活动，星光大上的晚宴，地址发给你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过来。这次活动来了不少一线，还有最近风头正盛的柳如烟也会过去。
你把自己收拾好，赶紧过来。好，我这就收拾。方雨贤答应完，就急匆匆的要收拾出门了。不小心从门口路过，又不小心听到了方雨贤打电话的顾清河。他皱了皱眉，感觉方雨贤这不像是出门工作，他就像是出门挨欺负似的。顾清河越想越不舒坦，于是，在方雨贤出门后，他也换了身衣服，准备去星光大赏的晚宴看看。这晚宴的主办方顾清河认识，他过去不需要任何邀请函。叔叔，抱抱。我跑过来，啪叽抱住他的腿，坐了下来。小家伙肥嘟嘟的屁股压着顾清河的脚面，不让顾清河走。元宝乖，叔叔有事要出去，你在家里跟爷爷玩好不好？等叔叔回来了，给你带零食。不要！我把小脑袋摇得像波浪，紧紧抱着顾清河的腿，把肉乎乎的脸蛋也贴了上去。带宝宝出门呀！元宝爱出去玩。这2天在爷爷家里待着，已经待得有点闷了。虽然爷爷家很大很大，这里有玩具，还有爷爷给他建的很多儿童娱乐设施，可元宝在这里根本看不到别的小朋友，他有点无聊了。乖，小叔叔要去晚会，那边不好玩，我们元宝最听话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！我扬起小胖脸，奶音认真的回话道：“我不听话。”顾清河彻底没辙了，他被我给黏得又甜蜜又无奈，叔侄俩一时陷入僵局。我稳当当的拿自己的小屁股压着顾清河，半点妥协走开的意思都没有。顾清河被耗了一会儿，最后悠悠的叹了一口气。好吧，叔叔带你透透气。中午那会儿，医生给我检查过身体恢复的挺好。看在我身体恢复的不错的份上，顾清河弯下腰把我抱了起来。宝宝，等会儿咱们去的地方人很多，你要是害怕了，就跟我说，我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还有，你见到妈妈，不可以闹着找妈妈，妈妈在工作呢。顾清河跟元宝提前约法3章，元宝乖乖的点着小脑袋，小表情瞅着怪老实的。一大一小出门，顾老爷子本来是有意见的，他还不想我出去。老爷子还是担心我的身体，可我探出小身子，在老爷子的脸上吧唧吧唧几口，再拖着软乎乎的小奶音求上几句，老爷子就控制不住的心软了。好，让我们乖宝出去晃一圈。乖宝，你要让叔叔一直抱着你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跟叔叔走丢了。顾清河，记得给他喂饭，别在外面待太晚。顾老爷子对着一大一小全都叮嘱了一遍，他叮嘱完，捏捏我的小胖手，让我被顾清河抱走了。叔侄俩坐上车，顾清河头一次带我坐车没经验，他由着我的小胖手在车窗上抠来抠去的。只坐过出租车的我，对现在坐的这辆豪车好奇得很。抠着，小胖手突然抠向了门把手，还把门给抠开了一点。顾清河眼疾手快的把门拉上，浑身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顺子，靠边停车！顾清河重新拉上车门，把元宝抱进怀里，他脸都白了。开车的顺子听到吩咐，不明所以的降低了速度，在路边停下来了。少爷，怎么了？元宝把门给拉开了。顺子也是惊了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干了多么吓人的事。见顺子看我，还冲着顺子弯了弯眼睛。顺子的脸也有点白，要是我刚才真从车上跌下去，他感觉他也不用活了，他可以陪着少爷一块去死了。2个大人都被吓成了孙子后，他们坐在车上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接着往前开。这一回，顺子把车门的铜锁给开了。元宝，以后坐车不许摸车门，知道吗？这很危险。而此刻已经来到了晚会上的方雨贤，在过来之后才发现，这晚会上不但有经纪人李哥说的当红小花柳如烟，还有另一个姓白的女星。这个姓白的女星叫白宁冰，是豪门白家3小姐。她自带资源出道3年，拍的都是大制作女主，但是她的演技实在不行，拍一部糊一部。网友一开始还嘲她，但白3小姐背后的公关实在强。在被嘲了一阵后，公关开始重点营销她的富家千金身份，还把她的自带资源说成了给同行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。被这么一营销，网友们对她的态度立马好了起来。她的公关除了营销她的身份，还营销了一把她的爱情。她跟豪门沈家2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2人还订了婚。沈2少给她探班，送她珠宝。网友们看完他们的爱情故事，都感慨豪门也有真爱。沈2少真是宠妻狂魔，可爱情故事的营销翻了车。沈2少被拍到私底下给方雨贤频频送花，虽然方雨贤压根没收，可白3小姐还是直接发波抨击，说方雨贤勾引沈2少要做小三。方雨贤的公司不给他澄清，他自己解释都没用。他现在在网上正遭受着网暴，不过他经历的这些，他没告诉顾老爷子，也没告诉顾清河。顾老爷子跟顾清河不是他的亲人，他没立场让他们帮自己解决麻烦。方雨贤从小到大都习惯了什么事自己来扛。方雨贤看见白宁冰跟柳如烟站在一块说话，他不想惹事，于是扭头想要避开，但他还没来得及避开。站住！方雨婵，你看见我
就这么心虚？白宁冰踩着高跟鞋，一步步地朝着方雨贤走过来。她精心的妆造，还有一身的名牌都是极出彩的。可方雨贤只穿着一条平价蓝色长裙，顶着张连全妆都没化的脸，就压过了她的风头。方雨贤生的实在是太美了，她是浓颜系的五官，睫毛天生长而卷翘，小小的脸上，五官精致又立体，她随便往哪儿一站，都能让路过的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她身上瞄。长得跟个狐狸精似的，怪不得这么会勾引人。你勾引人也该看看对象，我白宁冰的未婚夫是你能碰的吗？白宁冰这句质问落下，巴掌也猛地抬了起来。白小姐，你说我勾引你未婚夫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白宁冰挥过来的巴掌还没落下，他就被方雨贤猛地攥住了手腕。方雨贤的力气重得很，虽然看起来柔弱纤瘦，可实际上他每天都要抱他家小胖宝宝，他的臂力早就练出来了。方雨贤，你疯了！你敢弄疼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白小姐，你从冤枉我开始，不一直都没放过我吗？方雨贤最近在工作上遭受了一堆不公平待遇，还有网暴跟人肉，都是白宁冰干的。白宁冰做的这些，方雨贤没有资本去对抗，可巴掌都打到脸上了，方雨贤不会懦弱到站在原地让人打。眼看着两人要起肢体冲突，且白宁冰还落了下风，跟白宁冰交好的柳如烟皱了皱眉，上前开了口：方小姐，请你松开宁冰，宁冰她也是气不过而已。她跟沈二少本来都要成婚了，你现在却和沈二少不清不楚的，这换谁来了都会觉得生气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沈二少不清不楚了？方雨贤一边死死地攥着白宁冰的手腕，一边把目光冷冷逆向柳如烟。柳如烟噎了一下，她其实看过方雨贤跟沈二少的爆料视频，视频里面是沈二少在纠缠方雨贤。你要是不主动勾引，沈二少怎么会对你紧追不舍的？柳如烟这话说完，方雨贤突然笑了一声。柳如烟，照你这个说法，你是不是也一直在勾引顾清河？柳如烟被方雨贤说恼了，她红着张脸就要去掰方雨贤的手，让他把白宁冰给松开。几人拉扯间已经吸引了不少注意力。刚过来的我像是跟妈妈心有灵犀似的，一下子就看见了妈妈。叔叔，妈妈呀！我伸着小胖手去指妈妈。顾清河看情况不对，也忙抱着元宝大步走了过去。四少，您来了。四少，不好意思，都是我们的疏忽，让柳小姐。场上有人认出顾清河，一个接一个的来跟他说话。顾清河全都没理，他快步赶到前面。方雨贤他们起了摩擦，虽已经被分开了，可白宁冰跟柳如烟这会儿都捂着手腕，一副手腕疼的样子。见到顾清河来，柳如烟咬了咬唇。顾清河已经整整2天都没有联系柳如烟了。柳如烟的经纪人都急了眼，在过来晚会之前，他还在柳如烟的耳边焦急的来回念叨：如烟，顾清河他不会要放弃你吧？他以前不会这么时间不找你。你是不是又对他说什么难听的话了？顾清河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攀他这个高枝？难得他看上你，你就算不喜欢他，也不能总给他白眼啊。经纪人说的那些话让柳如烟的脸色很不好看，